很多人都说王一博最大的标签是顶流，从偶像出道到爆红全网，从舞台中心到影视圈焦点，这些年无论走到哪里，王一博似乎都无法摆脱一个身份，偶像演员。甚至直到今天，依然有人认为王一博之所以能够获得关注，靠的是流量，靠的是粉丝，靠的是人气，而不是作品。可问题来了，如果王一博真的只是一个偶像演员，为什么越来越多导演愿意和他合作？为什么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开始认可他？为什么当流量一代又一代更新的时候，王一博依然能够稳稳站在最前面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年王一博出演过不少作品，《陈情令》、《有匪》、《冰与火》、《无名》、《长空之王》、《热烈》、《追风者》。每一部作品播出之后，都会有人讨论同一个问题：王一博到底是不是演员？今天我们不讨论热搜，不讨论粉丝，更不讨论流量，只讨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：如果只能选一部作品，哪部作品最能证明王一博不是偶像演员？答案也许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，因为真正能够证明一个演员的，从来不是爆红，而是突破。现象来了，娱乐圈里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，很多偶像转型演员，第一步往往都很顺利，因为拥有粉丝基础，拥有关注度，拥有天然的话题，只要作品上线，就会获得大量曝光。但真正困难的，从来不是第一部戏，而是第3部、第5部、第10部戏。因为当新鲜感过去以后，观众最终会把目光放在演技上。一个演员究竟有没有成长？一个演员究竟能不能撑起角色？时间会给出答案。所以这些年，围绕王一博最大的争议其实从来没有变过。有人觉得他进步飞快，有人觉得他还需要成长，有人认为他已经摆脱偶像标签，有人却始终不认可。于是问题出现了，如果要找到一部真正能够证明王一博不是偶像演员的作品，究竟应该是哪一部？是让他爆红的《陈情令》吗？是警匪剧《冰与火》吗？是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吗？还是获得广泛讨论的《无名》？接下来，答案或许会逐渐浮出水面。第一个高潮来了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《陈情令》，毕竟这部剧改变了王一博的命运，让无数观众认识了蓝忘机，也让王一博一夜之间站上顶流位置。从影响力来说，《陈情令》无疑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。但如果回到今天的问题，《陈情令》真的能够证明王一博不是偶像演员吗？答案恐怕并不完全成立，因为蓝忘机这个角色本身与王一博拥有太多天然契合之处。同样的话少，同样的冷静，同样不善表达情绪，很多观众喜欢蓝忘机，也喜欢王一博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加成。这种加成当然是一种优势，但也意味着观众很难判断究竟是角色成就了演员，还是演员真正完成了角色塑造。换句话说，蓝忘机更像是一次成功匹配，而不是一次彻底突破。因此，陈情令固然重要，却未必是最有说服力的答案。随后很多人把目光放到了长空之王，因为这是王一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扛起大荧幕主角。雷雨这个角色和过去的古装偶像完全不同，没有仙气飘飘，没有唯美滤镜，没有浪漫爱情，有的只是训练、竞争、成长、责任。尤其是在飞行员这个职业背景下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不断突破极限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被包装出来的偶像。为了角色，王一博进行了大量训练，学习飞行员状态，学习军人气质，学习如何呈现专业感。这已经超出了很多观众对偶像演员的认知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长空之王依然存在一个问题，因为雷雨本质上仍然属于热血成长型角色，他有冲劲，
有理想，有不服输的性格，而这些特质恰恰也是现实中王一博给大众留下的印象。因此，这部电影虽然让很多人看到了进步，却依然没有彻底摆脱王一博在演王一博的讨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不是《陈情令》，也不是《长空之王》，真正的答案究竟在哪里？也许答案藏在一部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危险的作品里面。如果说《陈情令》让人看见了王一博的潜力，《长空之王》让人看见了王一博的成长，那么真正让很多观众开始重新审视王一博的，或许是《无名》，因为这是一部极其特殊的电影。特殊到什么程度？特殊到很多流量演员根本不敢接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不是一部能够轻松收获掌声的电影，也不是一部能够依靠粉丝完成传播的电影。导演是程耳，一个以风格化叙事著称的导演。演员阵容里有梁朝伟这样的顶级实力派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流量不再重要，粉丝也不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只有角色，只有表演，只有镜头里的真实感。对于任何一个年轻演员来说，这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，因为只要表现稍有不足，观众立刻就能看出来。而王一博偏偏选择走进这样的战场。很多人直到今天依然记得，电影上映之前，外界其实并不看好。有人觉得王一博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，有人觉得他在梁朝伟面前会完全被压制，还有人断言这将成为他转型路上最大的失败。可结果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因为观众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王一博可以把情绪藏得这么深，可以把表演做得这么克制，甚至很多时候他不需要台词，一个眼神，一次停顿，一次呼吸变化，就能传递人物状态。尤其是在面对梁朝伟的时候，王一博没有选择用力表演，而是选择不断的收掉情绪，收掉动作，收掉表达欲，最终把人物身上的压抑、隐忍和危险感呈现出来。而这恰恰是演员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，因为很多新人演员害怕观众看不懂，所以拼命演，拼命表达，拼命告诉观众角色在想什么。可真正成熟的表演往往恰恰相反，不是告诉观众，而是让观众感受到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无名或许第一次让行业看到王一博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做减法，而减法往往比加法更难。故事来到最关键的地方，很多人以为无名就是答案，但如果仔细思考，答案似乎又不完全是无名，因为无名证明了王一博具备演员潜力，证明了他能够进入实力派导演的体系，证明了他能够完成高难度角色。可是他还没有彻底回答另一个问题，王一博究竟能不能独立撑起一个复杂人物，能不能在长篇叙事里完成角色成长，能不能让观众忘记王一博3个字，只记住角色本身。而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的，或许是追风者，这也是整个故事的顶点。因为在追风者之前，很多人对王一博的评价仍然停留在一句话，有进步，但还需要时间。可追风者播出之后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。魏若来这个角色太复杂了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，也不是脸谱化的热血青年，他有理想，也有迷茫，有坚持，也有挣扎，有成长，也有代价。更重要的是，整个故事几乎都围绕魏若来展开，角色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完整的人物弧光，这意味着演员必须支撑起整个角色成长逻辑，任何一个阶段出现问题，观众都会出戏。而王一博面临的挑战恰恰就在这里，因为魏若来和蓝忘机完全不同，和雷雨也完全不同，他需要展现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变化，
需要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，需要表现信念逐渐形成的过程。这种表演已经不是单纯靠外形或者气质能够完成的，而需要真正理解角色，理解人物命运，理解时代背景。随着剧情推进，越来越多观众发现，他们开始不再讨论王一博帅不帅，也不再讨论他是不是顶流，而是在讨论魏若来的选择，讨论魏若来的成长，讨论魏若来的命运。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对于演员来说，最高级的认可从来不是观众记住演员，而是观众忘记演员。当观众看见角色的时候，演员才真正成功。而追风者最珍贵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把王一博当成演员来看待，不是偶像转型演员，不是流量演员，而是演员。所以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哪部作品最能证明王一博不是偶像演员？如果从突破舒适区来看，无名是答案；如果从人物塑造来看，追风者是答案；如果从职业转型来看，两部作品缺一不可。因为无名打碎了外界对王一博的固有印象，而追风者则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证明。一个证明他可以进入实力派体系，一个证明他可以独立撑起角色，两者共同组成了今天的王一博，也共同构成了他摆脱偶像标签最重要的一步。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坚持把王一博定义为偶像演员？其实原因并不复杂，因为偶像出身这件事本身就像一个标签，当一个标签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想要撕下来往往比贴上去困难得多。很多观众第一次认识王一博，是因为舞台，是因为唱跳，是因为陈情令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家看待王一博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带着过去的印象。可问题是，演员这个职业从来不是看出身，而是看选择。如果一个演员一直停留在舒适区，一直拍最安全的角色，一直依靠人气获得关注，那么无论过去多少年，偶像演员这个标签都不会消失。但回头看看王一博这些年的选择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几乎一直在做困难的事情，从古装到现实题材，从电视剧到电影，从商业作品到艺术表达，从无名到追风者，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他们都不轻松，他们不属于那种只靠流量就能成功的项目。相反，越是这样的作品，越容易暴露演员的问题。如果演得不好，观众会第一时间发现；如果角色撑不起来，作品也会受到影响。可即便如此，王一博依然一次又一次选择这样的挑战，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。因为真正决定一个演员未来的，从来不是一部成功作品，而是连续不断的挑战更高难度角色。事实上，娱乐圈从来不缺爆红的人，每一年都会出现新的流量、新的热门面孔、新的话题人物。可为什么有的人红了2年就消失了？为什么有的人却能够一直向前走？答案就在这里，前者把流量当成终点，后者把流量当成起点。而从王一博这些年的发展轨迹来看，他显然更接近后者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王一博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，其实并不是演技本身，而是选戏逻辑。早期的王一博，观众更多看到的是他适合什么角色，可如今，观众开始讨论他还能挑战什么角色。看起来只是一个细微变化，但对于演员来说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阶段。因为当观众开始期待你的突破，而不是重复你的成功，说明你已经拥有了演员成长空间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开始改变看法，他们讨论的不再是王一博是不是流量，而是王一博未来能走多远。而这种变化恰恰不是粉丝能够带来的，
也不是营销能够制造出来的，它只能通过作品一点一点积累，通过角色一个一个完成，通过时间慢慢证明。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哪部作品最能证明王一博不是偶像演员？也许答案根本不是某一部作品，因为如果只靠一部作品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。一部作品爆了，不能说明什么；一个角色演好了，也不能说明什么。真正有说服力的，永远是一条持续向上的轨迹，是陈情令之后没有停下，是长空之王之后继续挑战，是无名之后敢于承担压力，是追风者之后依然寻找新的可能。当这些作品被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某一个角色，而是一个演员成长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也许还没有结束，这个过程也许还会遇到失败，甚至未来还会出现新的争议。但有一点似乎越来越清晰，今天的王一博早已经不再只是那个依靠流量被人记住的年轻人，而是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够被角色记住的演员。或许这才是整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因为真正成熟的演员从来不是等别人承认自己，而是用作品让别人不得不承认。王一博正在走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条路。当然，对于王一博是不是已经完全摆脱偶像演员标签，不同的人依然会有不同答案。有人觉得已经做到，有人觉得还需要时间，也有人认为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。但至少有一点无法否认，如今大家讨论王一博的时候，已经越来越少只谈流量，而是开始认真讨论角色，讨论作品，讨论演技，而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最好的证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你来选，哪部作品最能证明王一博不是偶像演员？是无名？是追风者？是长空之王？还是你心中的其他答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说出你认为最能代表演员王一博的一部作品。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黎春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